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独狼。所谓的独狼，专门以人为猎物。这就好比我们走进森林，只要进入到独狼的活动范围，或者被他给盯住，遇到侵害的风险就会大大的提高。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很容易成为独狼的袭击目标。这些恶性犯罪案件多是临时起意，在适合作案的时间环境内，独狼或者是和受害者发生争执，或者一时起了歹意，做出了侵害受害者的行为。对于一般女性而言，单独外出时，她们就像是一只只走进森林的小绵羊。大多数的时候，她们遇到的是鸟语花香，遇到狼虫虎豹的几率非常小。然而一旦遇到了独狼，许多小绵羊就只能束手就擒，任人宰割。有些事情斤斤计较，反误了卿卿性命。2012年12月13日，北京迎来了第一场雪。北京大兴区警方接到了一个女子的报案，称她的姐姐黄玉珍开黑车外出拉活，遭到绑架，绑匪索要50万元。警方经过初步的侦查发现，绑匪发来的银行卡号显示这是一张开户行位于河南项城的银行卡，开卡人竟然是女司机黄玉珍的丈夫。当警方在大兴区团河农场的电网高墙外的蒿草中找到黄玉珍的尸体时，无情的冰雪已经几乎将她赤裸的身体给掩埋。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黄玉珍的惨死竟然是因为5块钱的车费。2012年12月12日，连续多日的低温之后，又一波阴云笼罩着北京城，阴风打着旋地肆虐着。这样的天气对于靠开黑车为生的黄玉珍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傍晚6点多，黄玉珍扔下碗筷，开上她的现代牌轿车，一溜烟的来到了大兴区黄村镇海子口附近的小区门口趴活。黄玉珍的丈夫张勇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收入不高，两口子在大兴区买的房子刚刚还完了贷款。3年前，黄玉珍坚持把自己学习很好的女儿送到私立中学读书，为的就是让她有个好的前程。黄玉珍的女儿很争气，正读高3的她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让黄玉珍天天拉活到深夜都不觉得苦。这一天，天刚刚的擦黑，黄玉珍刚把标志拉活的小红灯笼挂在后视镜上，打开车的暖气，就有一个青年男子弯着身子敲了敲车窗：“走吗？”这么快就拉上活了，黄玉珍爽快地说道：“上来吧，去哪儿？”青年男子带着一股寒气钻进了车里，坐在后座上。“邢各庄。”黄玉珍没有听清楚那男子浓厚的河南口音，再次问道：“去哪儿？”青年男子加大了音量，强调说：“邢各庄。”青年男子的手伸进了裤兜里，摸了摸口袋中仅剩下的50元钱，又补充了一句：“得多少钱？”黄玉珍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后座，这个因为寒冷而蜷着身子的男青年，浑身都是油漆点子，一看就是一个干装修的农民工。他伸出了3根手指说：“30。”青年男子用商量的口吻说：“25行吗？”黄玉珍随手掸了掸包着红色绒布的车挡把上的灰尘：“去不了。”满脸疲惫的青年男子不死心的讨价还价道：“哎呀，便宜点吧，行吗？”黄玉珍不耐烦的说道：“要打就打，不想打就下去。”青年男子就有些微怒了，喉结咕噜了一下，咽下去刚到嘴边的话：“行，走吧。”打车的男子叫做谢尚军。黄玉珍之所以听不清他说的话，是因为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项城口音。2001年4月，19岁的谢尚军高中毕业以后初次闯到北京，因为没有钱回家，就躲在女厕所门口抢了一位女士的背包。因为抢劫罪被海淀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09年2月，谢尚军因为表现良好提前刑满释放。释放以后跟着哥哥姐姐在北京做建筑防水工程。
每个月有4、5千块钱的收入。3年前，谢尚军与一个患有严重过敏症的女孩相爱，他带着女孩一次一次的找老中医治病，好不容易治得差不多了，女孩又怀孕了，前不久刚刚给他生了个儿子，两个人一路坎坷，终于走到一起。但是一家3口只靠谢尚军不多的收入过日子，这几天太冷，又没有什么活干，也就没有什么收入。谢尚军不得不去邢各庄的哥哥那里要借点钱，给他的孩子买奶粉。家里再穷也不能亏着儿子。出门的时候，谢尚军手上只剩下了50块钱，要不是今天这么冷，他哪里舍得打黑车的。但想着马上能从哥哥那里要来一笔钱，他也就强压下了心中的不快，让黑车司机黄玉珍快速的发动汽车，车子不快不慢的行驶着，两个人一路无话。就在谢尚军在车子的晃荡中昏昏欲睡的时候，黄玉珍说到了。谢尚军揉揉眼睛，朝车窗外看了一眼，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这地方不是大哥住的那个邢各庄啊。从瞌睡中清醒过来的谢尚军犯了嘀咕，问道：这是哪儿啊？黄玉珍头也不回地答道：慈各庄。这一下谢尚军就急了，明明是说好去邢各庄，怎么给他拉到慈各庄来了呢？他生气地说：我要去的是邢各庄，你走过了头了，掉头往回开。黄玉珍又从后视镜里瞟了他一眼，说：不行，这车都到了慈各庄了，油钱怎么算呢？你得先把30块钱给我。谢尚军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高声道：明明是你没有听清楚地方才走错的路，凭什么要我多付钱呢？我没有怪你耽误时间，这就不错了。说话间，两个人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谢尚军见对方是个女人，也不好直接开口骂，只能反复的重复一句话：你信不信我投诉你？信不信我投诉你？面对谢尚军的威胁，黄玉珍随口呛道：投诉啊，你倒是去投诉啊，我看你能去哪儿投诉啊。谢尚军被噎的是脖子粗脸红，索性就不吭气了。车到慈各庄桥时，谢尚军提高了嗓门，对黄玉珍说：拐弯，这里拐弯。但是黄玉珍并没有按照他的指示转弯，而是把车继续向北开去。谢尚军怒气上涌，再次提高了声调：掉头往回开呀，快点啊！黄玉珍掉了头，却没有朝邢各庄开去，在慈各庄桥北200米路西的地方。争吵中，黄玉珍一脚踩住刹车，说：我找不着地方了，你自己走吧。这地方离谢尚军要去的邢各庄起码还有5、6里路。这么冷的天，四周一片荒凉，来往的车辆极少，在这个地方下车，他怎么走啊？谢尚军心里窝火，摸出那攥得皱巴的50块钱递给黄玉珍，黄玉珍却只找给了他15块钱。谢尚军一看就急了，大声地说道：钱不对呀，刚刚明明说好了是30块钱嘛。黄玉珍则极度不耐烦地说：你刚刚瞎指挥，没看见我绕了多少的路吗？谢尚军一听更来气了：这不行，这是你自己绕的路，这5块钱我不能加。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在车里就争执了起来，吵的是面红耳赤。黄玉珍对5块钱的差价坚决不肯让步，但此时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谢尚军的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黑。在黑夜无人的郊外，谢尚军盯着黄玉珍的眼睛已经充满了血丝。此时的天色更加的昏暗，路上没有来往的车辆，路两旁除了昏黄的路灯，几乎没有什么建筑物。路西边紧靠的团河农场是一大片人迹罕至的蒿草地。谢尚军强压住了怒火，下了车，重重地摔上了车门。黄玉珍这个时候也低声地咒骂了一句。当他刚要放开手刹起步的时候，谢尚军却好像是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事情一样，快步地从车头绕到了驾驶室的窗边，拦住了即将发动的车辆，双手扶在了车窗上，脸上浮起虚伪的笑容，俯下了身子问道：大姐，你先别走，我问你个事儿。黄玉珍犹豫间，谢尚军猛地一把就拉开了车门，
双手像是铁钳一样牢牢地拽住了黄玉珍的头发，发疯似的将她给拉出了车门，一路向西往蒿草丛中拖去了。草丛中1人多高的野蒿硬生生的被压出了一条曲折的小路，折断的野蒿茬子像是刀片一样毫不留情的在黄玉珍的身上留下了一道道刺目的血痕。黄玉珍双手不断的挥舞着，拼命的挣扎着，一边嘶哑的大声喊着救命，一边用手没头没脑的抓挠着谢尚军，把谢尚军的手背抓破了好几道口子。手背上的疼痛和黄玉珍的呼救声给了谢尚军双重的刺激，他咬着牙瞪着眼睛，露出了魔鬼一般的狰狞面目。黄玉珍尖利的呼救声持续不断，谢尚军挥舞着石头一般坚硬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头上。手打得疼了，谢尚军就顺手拿起自己的手机猛力地砸过去，直到他的手上沾满了黏糊糊的鲜血。鲜血染红了野蒿地，黄玉珍尖利而又绝望的惨叫声消失在阴郁的夜色中。直到黄玉珍瘫软在地上无法呼救，谢尚军才停住手，恶狠狠地说道：“你他妈的给我闭嘴！要是再敢反抗，老子就宰了你！”此时的黄玉珍才意识到，他的斤斤计较惹下了杀身之祸。他遇到的不是普通的外地民工，而是一条毒狼。他哆嗦着哀求道：“大兄弟啊，求求你别杀我，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行不？”谢尚军喘着粗气冷笑道：“哼，那行，我就要点钱花，不要你的命。”黄玉珍满面惊恐，全身缩成了一团，脑中转着逃跑的念头，但是他的头发被谢尚军用力的给拽住，根本就无法挣脱，只能任凭谢尚军拖着他来到了蒿草地的深处。谢尚军四下巡查了一番，发现没有可以捆绑黄玉珍的东西，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黄玉珍所穿的衣物上，随即对黄玉珍说：“把衣服给我脱下来。”瑟瑟的寒风中，黄玉珍被迫脱下了所有能够御寒的衣物，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迅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用哀求的眼神盯着谢尚军，希望他能够良心发现，改变主意放了自己。但谢尚军完全不为所动，在利用黄玉珍的衣物和捡来的电线把他给绑了个结实之后，把赤身裸体的黄玉珍丢在了野蒿深处。1人多高的野蒿在呼啸的寒风中站立着。谢尚军骂了一句鬼天气以后，裹了裹身上的衣服，折返回车中。他搜遍车中的财物，找到了900多元现金和一部手机，还有黄玉珍的身份证和一个名为张勇的男人的身份证。这么点钱并不能满足谢尚军的贪念。他又来到了已经被寒风给冻得瑟瑟发抖的黄玉珍身边，他冷冷地问道：“你男人的手机号是多少？我得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拿钱来赎你。”黄玉珍被冻得几乎要失去知觉了，他颤抖着说道：“我的老公出国了，恐怕联系不上，你可以找我妹妹。”谢尚军问：“你妹妹能给钱吗？”黄玉珍急忙回答：“能给。”谢尚军拿到黄玉珍妹妹的电话以后，扭头离开。他盘算起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先把车开到老家卖了，再打电话向黄玉珍的妹妹要钱。谢尚军坐上车以后才发现自己开车水平一般，根本开不回河南老家。他随即给了一个老乡打了个电话，让他帮忙给雇一个黑车司机，帮他把这车开回到河南项城。安排好这些以后，他又跑到了1公里以外的一家超市，买了一床被子和一卷透明胶带。他准备回去把黄玉珍给捆个结实一点，
万一他要是跑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当他赶到野蒿地的时候，远远的就听见了黄玉珍凄惶而又微弱的喊叫声：“救命啊！救命啊！”见谢尚军再度折返，黄玉珍嗓子嘶哑的哀求道：“你放了我，你放了我吧。”此时的谢尚军已经心如铁石，他用胶带将黄玉珍结结实实的给捆了几圈，威胁道：“我拿到钱之后就放你走，你最好他妈给我老实一点。”黄玉珍带着哭腔，语无伦次的向谢尚军道歉：“大兄弟，我求求你了，是我不对，你饶了我吧，我肯定会给你钱的，你要多少都行。”他的苦苦哀求不但没有唤起谢尚军的良知，反而惹怒了他。他气急败坏的怒骂道：“让你他妈跟老子要钱，老子看你他妈的怎么要！”离开之前，谢尚军随手捡起了黄玉珍的内衣，塞进了他嘴里，随后将买来的军绿色被子搭在了黄玉珍的身上，扬长而去。谢尚军和雇来的黑车司机一起连夜驱车前往河南。回到河南项城以后，他先是联系到朋友帮忙卖车，然后镇定的与黑车司机一起吃早饭，并找了一个宾馆睡了一觉。养足精神以后，谢尚军到当地的邮政储蓄银行，用他在车中找到的那张张勇的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又买了2张手机卡。插上新卡以后，他拨通了黄玉珍表妹李玲的电话。黄玉珍的女儿和表妹李玲正为四处寻找不到黄玉珍而焦急着。谢尚军打来的这个电话让他们彻底的陷入了慌乱之中。你姐姐已经被我绑架了，你准备50万的赎金。李玲拿起电话的手开始颤抖了，她尽量的保持平静，小声的问道：“你是谁呀？”谢尚军没有回答，直接说：“人、车、电话都在我这儿，我就是要钱，你也别报警，一会儿我把卡号发给你。”说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过了一会儿，李玲的手机收到了一串数字，接着谢尚军的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这次是谢尚军催款的电话。挂掉电话以后，黄玉珍的表妹确认表姐已经被绑架，连忙报警。而在河南项城，酒足饭饱之后的谢尚军通过朋友刘高找来了一个买家，准备将现代轿车给卖出去。但是朋友找来的买车人在谢尚军弄来的车中发现了异样。刘高打开车门以后，发现副驾驶处有一个保险医疗本，上面有黄玉珍的名字，是北京大兴人。随后在车挡和中控上，他们发现了一些血迹。买车人有些不敢相信地问刘高：“这个是血吗？”刘高不敢确定，犹豫地说道：“这应该不是吧？”可是两个人仔仔细细地看了以后，脸色彻彻底底变了，真是血。两个人一起来到宾馆里，找到了谢尚军。刘高把车钥匙丢给了他，怒着对他说道：“不管你这车是咋弄来的，你赶快给我开走。”谢尚军只得悻悻地把车丢在了项城火车站。当天下午，与雇来开车的黑车司机坐着大巴返回北京。傍晚5点到达北京以后，谢尚军才发现12月13日的北京城已经是银装素裹，一场小到中雪覆盖了大街小巷。等到太阳落山以后，谢尚军买了面包和水，准备去看看黄玉珍的情况如何。但是当他来到了团河农场东边的蒿草地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陷入了绝望之中。雪花没能盖住黄玉珍挣扎的身躯，他变形扭曲的身体几乎一丝不挂，盖在身上的被子被甩在了几米之外，周围1人多高的野蒿被压倒了一大片。黄玉珍早已经被活活冻死，他脸色惨白的两眼圆睁，
蜷曲着僵卧在雪地之上，一截掀起的透明胶带被冷风给吹得哗哗作响。曾经蹲过9年大狱的谢尚军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惊恐万分地逃离了野蒿地，漫无目的地走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见一家饭店墙边放着一把铁锹，他抄起来就回到了黄玉珍尸体的旁边，在原地挖了一个1尺多深的坑，趁着夜色将黄玉珍的尸体埋在了土坑里。为了不被人给发现，他又在上面盖了一层杂草，并将偷来的铁锨和一些杂物都丢在了野蒿深处。对于黄玉珍的死亡，谢尚军始料未及，但是他却清楚地知道后果。如果此时去自首，可能还会留下一条命。可是眼见一笔巨款即将到手，他怎么也狠不下这个心，就这样放弃了。身负命案的谢尚军恨不得立马拿到钱逃离北京，但是看到钱久久没有打到账上，他开始焦躁了起来。当天晚上8点，他又给黄玉珍的表妹李玲打去了电话，主动降低了赎金，10万块，快把10万块钱打到我的账上。明显感觉到绑匪已经乱了方寸的李玲不停地与谢尚军周旋着，为警察争取更多的调查时间。而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绑匪发来的卡号的名字是黄玉珍的丈夫张勇，而电话号码却是河南项城的。顺着这几条线索，警方撒下了天罗地网。此时的谢尚军心乱如麻，他知道时间拖得越久就会越危险。现在的他只想拿到一笔足够自己逃走的费用。在最后一次联系到李玲的时候，他又降低了赎金，5万块，5万块钱，钱到我就放人。在多次索要未果的情况之下，方寸大乱的谢尚军威胁李玲说，他病了，我需要钱带他去医院里，如果他死了，那这笔账就算到你的头上。黄玉珍的家人不断地与谢尚军周旋着，而警方也很快就排除了张勇的犯罪嫌疑，并根据一系列的线索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谢尚军。2002年12月16日的一大早，焦急等待赎金的谢尚军被警察按倒在雪地里。这一天，连续降雪2天的北京城终于雪后出晴。落网以后的谢尚军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过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判处谢尚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以后，谢尚军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了上诉。2014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谢尚军绑架他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为由，终审驳回谢尚军上诉，维持原判。谢尚军在开庭前哀求检察官不要当着他70岁的老母亲对他进行宣判。他悔恨自己对不起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对不起病魔缠身的妻子。一场因为5块钱而起的绑架杀人案，终于在法锤落下的那一刻尘埃落定。虽然谢尚军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是我们仍然为无辜生命的逝去，为2个家庭的破碎而感到痛心。如果黄玉珍在发现走错路了以后能够承认自己的失误，将谢尚军送达目的地，如果在谢尚军坚持不加钱的时候，黄玉珍能说句算了，不再斤斤计较，甚至如果谢尚军下车，黄玉珍不再多骂一句，迅速开车离开，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我们提倡包容和谐，不仅仅是为了营造人与人互相尊重的社会环境，更多的时候，包容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每个人，尤其是女性，务必要尽量减少与他人的摩擦和冲突，避免黄玉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